翠池隐身在雪山之后，圆柏树林中有一片像是童话世界般的梦幻营地。绕着湖边散步，看着黄金北棱角，在新帐篷里享用蜂蜜口味的舒芙蕾，幸福指数大破表。3天2夜的行程，尽管路途遥远，但一切都是值得的。才一半哦，这么能装哦？对啊，你来看。Hello， 每个月1次的登山行程，这次终于要造访梦寐已久的翠池了。我们从雪山登山口出发，这是我看过最美的登山口了。可爱的木造建筑，人手一杯红茶冰淇淋。太晚出发的我们不能再拖了，打包好了就赶紧上路咯。这次3天2夜的行程，成功申请了2晚在翠池的营地，为的就是在梦幻的草地上搭我的新帐篷。这个高级的小东西花了我快2万元，漂洋过海来到台湾，今晚就是第一次入住，心情是紧张、期待又怕受伤害呀。完成了一小段上坡，抵达了第一个休息点七卡山庄。纯白的建筑，鲜红色的屋顶在阳光下闪耀着。我们在门口吃个小点心休息一下。巧克力球。9月的山区应该算是入秋了吧，但错在我们太晚出发，接近中午的气温真的是要热疯了。现在也是靠着电风扇的尾戒才能这样子有说有笑的。你要吃吗？你吃没关系。第一口。好吃吗？不是。怎么了？刚好松果掉地上，对不对？对。你刚好有落叶啦，对不对？慢慢喝哦，沿路还很长哦。好热哦。今天天气真的太好，可以远眺南湖和中央尖山。伟哲不怕太阳，总是把鼻子晒得红彤彤的。至于我呢，就是抱着绝不晒黑的心情，把自己从头到脚都包起来就对了。接下来是今天最恐怖的大魔王——哭坡。如果是清晨上来，应该会被这边的美景感动到哭吧。但现在是热到想哭，真的怀疑是不是有3个太阳。没有遮蔽的天堂路，加上高温和曝晒，每一步都是煎熬啊。还好路不长，耐着性子慢慢走完，专注呼吸，尽量不要让自己流汗。很快就
就迎向枯坡的终点了。休息吃个午餐，我吃的是便利商店的微波白饭，再撒上自己带的香松。好吃，没话叫。终于看到小房子了，那边有很多荧光色的小帐篷，那是营地吗？对，369营地。那有一段距离耶，好可爱哦。雪山的369山屋正在改建中，目前设有临时营地可以申请。本来是有考虑第一晚住在369的营地，但后来研究了一下，发现我的新帐篷尺寸太过巨大了，塞不下营地的站板，所以就决定还是2晚都申请翠池。为了梦想中的露营生活，我相信多走一些路也是值得的。过了海拔3000公尺，景色也渐渐变得不同。天空变得好近，两边是随风摇曳的芒草，不远处茂密的冷杉林就是黑森林的边界了。好吃耶！雪山黑森林听起来就像是魔法世界里面会出现的名字，走进来真的像进入了魔法结界一样。耸入天际的冷杉林阻挡了太阳的热气，瞬间有一种凉爽甚至寒冷的感觉。这里真的超适合拍照，从叶子透出的光线在单眼镜头中就会变成超美的星芒。好漂亮啊！后面刚好日落。我们在日落前夕抵达了雪山圈谷，冰冷的空气缓缓的上坡，往后看就是云海堆叠的日落了。好多圆柏小人哦，扁柏吧，还是圆柏？圆柏。圆柏小人哦，一只小人。我也抓好多猴子啊，在那边。应该是猴子没上去了。好可爱啊，在嬉戏耶！前方的山头就是雪山了。不得不说，过了3000公尺之后，地形和生态各种样貌充满了多样性。最喜欢的就是黑森林到圈谷的这一段了，真的很值得之后多来几次。这个时候我的相机记忆卡竟然闹起脾气，没有办法继续拍摄，所以第一天的登山记录就到这边提早结束了。第二天翠池见。第二天在翠池苏醒，竟然已经过中午了，真的要抱怨昨晚睡得很痛苦。
好不容易背了新帐篷，但是忘记带到内里。夜晚的低温，帐篷就只有一层薄薄的外帐。我们呼出来的热空气凝结成大量的水汽，一滴一滴滴在我的睡袋上，还有脸上。外面风一吹，里面就开始滴水，真的是很像在淋雨睡觉，我都快要崩溃了。不过啊，一走出帐篷，我就被眼前的美景疗愈了。远眺北棱角，我们扎营在翠池旁小溪流的草地上，看着云雾飘来飘去，好悠闲，好放松。这就是我追求的爬山的真谛。再来欣赏一下我的新帐篷，美国品牌 Top Tent Cloudburst 空间超大的3人隧道帐，外形有2个像月亮般的弧线，看起来很优雅。但是我现在跟它没有很熟，第一次搭也没有搭得很挺，中间塌下去了，有一点丑。等之后出游用的习惯之后，再来慢慢介绍它。现在是下午茶时间，这个是被压扁的舒芙蕾，然后这点会加蜂蜜，还有这个很好吃的饼干。但是它这个是抽真空油冷冻过的，等一下我们会把它稍微小火干煎，不知道会不会好吃。好，等一下来吃下午茶了。第一次在山上吃热乎乎的舒芙蕾，一边烤就一边闻到蛋糕的香气。这一次我没有打包好，导致有一面整个被压烂，但淋上蜂蜜还是有模有样的。加上麦片饼干，来杯热乎乎的花茶，好好享用在翠池旁的下午茶时间。这是在台北大稻埕的舒芙蕾小店购买的真空包，本来的奶油酱料怕坏掉就没有带上来，改成淋上自己带的蜂蜜。很特别的是，这个舒芙蕾是用米做的，真没想到稻米也可以做出这么松软的蛋糕。好像真的就是这种舒芙蕾耶。用米做，厉害哦。我们下次再去他们店里吃好吧？确实比面粉的更松软，因为面食的会有面粉的会有那个，它其实有很多口味，但我想说先吃吃看原味，吃这块，等一下我们蜂蜜加多一点。不错，是Tell me that you're doing fine. Morning color lights the hall, pulls you right on through the door. 你看，它是有倒影的，很美。 So hold onto all that feeds your soul. I know a place.Where the sun shines every day. So come with me. 实际绕一圈，发现翠池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它是台湾海拔最高的湖泊。伟哲说我们现在来算是满水位。我看着湖底有点铁锈色的石子，忍不住想要往湖中央走去。Tell me you're just passing. 我走过去了，应该是可以的。 Drowning in your reasons why. Talk is cheap, but we're wasting time. So hold onto all that feeds your soul.
雾散去，这是翠池的招牌风景，倒映在湖中的北棱角。Running low on the borderlines. Talk is cheap and we're wasting time. 然后等一下就换你的了，开盖。一边煮晚餐，我们一边注意时间。等一下傍晚，想要去拍被夕阳染红的火焰色北棱角。镜头有红吗？有亮了。穿鞋子，先等一下。我们要去拍夕阳，拜拜。你要走了？现在？大概在10分钟，太阳就要下山了。伟哲下午就找好了想要拍摄的点，看现在的天气，可以拍到的几率应该蛮大的。收拾好东西，抱着镜头出发咯。穿过树林，我们来到北棱角的正前方，在这边埋伏，等待夕阳的来临。但是呢，有点可惜，等啊等的云层就变厚了，遮住了对面的夕阳，最后只有山头一点点红色的影子。没关系，少了夕阳，等一下还有银河可以拍。进入秋季，银河差不多天黑就上来了。我们用新帐篷还有圆柏作为前景，拍摄秋天的直立式银河。手套。有拉好。不会。走在回程的碎石坡上，看着阳光洒落北棱角鞍部，觉得感动。回想起这次的旅程，可以自己背的粮食、帐篷和睡袋，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扎营，过1-2天的生活。因为有付出努力，在山上吃的饭就特别香，睡也睡得特别好。也是长这么大才发现，爬山这么好玩，这么满足。看着前方往圣人线的指标，想起第一次走的大霸尖山和一旁的雪山，刚好就是圣人线的两边。曾经在观雾待过1年半的我，每天呆呆望着的圣人线，现在竟然离我这么近，突然好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趟。可以的，多爬山，多练习，练好体力，以后一定有机会的。下期预告，我们带着新帐篷前往阿里山的深处，白雪村旁2天1夜露营。些许的铁道轨迹，茂密的森林，通往曾经繁荣的聚落。
怀旧的门牌、酒瓶和捕兽夹，大户人家的锅碗瓢盆，时光的沉淀让这些老房子更有味道。下一集，山中的历史聚落白雪村